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头七是逝者和生者之间最后一次相见的机会。传说，在这一天，亡者的灵魂会回到家中，看看亲人过得好不好，是祝福还是不甘心的怨念？你能分清楚吗？有人说，头七不仅是亡者返家的通道，也是未知力量的入口。回来的真的只有你的亲人吗？我从没相信过头七这样的传说，直到那几天我亲眼见到了什么叫回来了。清明节的前几天，阿姨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外婆过世了，丧礼定在老家举行。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像刻意压着哭腔，反复叮嘱她一定要赶回去。还有，母亲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多了几分犹豫。头七那啊，别乱跑！阿姨敷衍地应了一声，挂掉电话。她自小生活在城里，很少回乡下老家，关于头七的那些传说，也只存在于外婆偶尔讲的故事里。她一直不相信这些旧俗有什么意义，更别提亡者会在头七返家这样玄乎的说法。可挂断电话后，她的心头莫名掠过一丝寒意，就像有人在她背后轻轻吹了一口凉气。阿姨的老家是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沿着山路蜿蜒向下，掩映在大片竹林和山影之间。到了村口，她第一眼就看到了家中的老宅，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式四合院，灰砖带瓦，年久失修，墙上爬满了青苔，中庭里挂着几盏暗黄的灯笼，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散发出诡异的光。终于到了阿姨拎着行李，抬头看了一眼老宅的正门，门口贴着鲜红的白石对联，隐隐飘出燃香的味道，让她心里一阵发闷。刚进门，迎面就是灵堂，黑纱裹着白绢，供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碗筷，外婆的遗像正对着入口。那是一张让人感到熟悉又陌生的脸，平日里慈祥的笑容被肃穆的氛围吞噬，显得有些冷漠，甚至刺眼。阿姨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觉得屋里的温度似乎比外面更冷。阿姨，过来给外婆磕头。母亲站在灵堂一侧，目光带着些许严厉。她顺从地跪下，感觉膝盖碰到地面时一阵冰凉。磕头的动作刚结束，抬头的一瞬间，她似乎看到遗像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笑了。然而，当她再次仔细盯着那张照片时，什么异样都没有。是我眼花了吧？阿姨低声嘀咕，迅速起身。晚饭过后，长辈们忙着准备第二天的丧礼细节，几个堂兄妹坐在一起聊天，只有阿姨有些出神。她抱着胳膊缩在角落里，外婆的故事开始一幕幕涌上心头。你们知道吗？外婆以前说，头七的晚上，死者会回来看看家人。堂妹忽然开口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兴奋，所以才要撒面粉，看看有没有脚印留下。别瞎说了，阿姨皱了皱眉，有些不耐烦。我没瞎说，外婆还说，谁在晚上偷偷起来看，就会看到。堂妹故意压低声音，不是她一个人回来够了。阿姨不等她说完，声音拔高了一些。她心里莫名烦躁，总觉得今晚有些不对劲。夜幕很快降临，村庄在夜晚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冷清，只有风穿过破旧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。阿姨被安排住在靠近灵堂的房间，房间陈旧简陋，木床吱嘎作响，窗外就是昏暗的院子，屋里的灯光昏黄而微弱，似乎随时会熄灭。睡觉前，母亲再次叮嘱她，头七这晚睡觉别起来，听到声音也别去看，更别乱跑。知道了，阿姨不耐烦地应付着，但心底那种莫名的不安却愈发浓烈。半夜，整个宅子陷入了死寂，只剩下风吹动门缝的轻响。阿姨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耳边总是萦绕着外婆曾经的声音，人死后不会真的走，他们会回来看看你们过得好不好。屋外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赤着脚踩在地砖上，步伐缓慢而沉重。咚咚咚，脚步声在门外停住了。
阿姨屏住呼吸，心脏狂跳，目光死死盯着门缝的方向，却没有勇气下床去看。是风吧？她试图安慰自己，可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一步两步，越来越近。她的手心开始出汗，甚至能感觉到汗意从门缝渗进来，逐渐攀上她的脊背。就在她快要绷不住时，脚步声又停了，像是那个人就在她门外。屋内安静了好几分钟，她终于鼓起勇气轻轻下床，悄悄走到门口，把耳朵贴在门上。忽然一阵微弱的咯吱声传来，像是门被从外面轻轻推动了一下。阿姨猛地缩回床上，用被子将自己裹得紧紧的，头埋在膝盖里，心中不断念着：是我想多了，是我想多了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就在这时，门外的面粉上清晰地浮现出一串脚印，从门口一步步延伸到她的床边。清晨，老宅被低沉的诵经声唤醒，空气里弥漫着烧香的浓烈气味，灵堂前挂满了白纱，随风轻轻摇曳，仿佛一张无声的帷幕，笼罩着整个家族的情绪。在院子里，外公拎着一袋面粉，一步步撒在门口到灵堂的地面上。他动作缓慢而谨慎，似乎每一颗面粉的落地都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意义。阿姨站在一旁看着，有些忍不住问道：为什么一定要撒面粉？外公没有抬头，只是闷声说道：这样你外婆才知道回家的路，看有没有脚印，就知道她回来没。阿姨撇了撇嘴，觉得这个说法荒谬的可笑。可当她抬头看到外公的脸时，原本想说出口的反驳被硬生生咽了下去。外公的眼神里透着一种难言喻的沉重，就像是一个被岁月压垮的人，正竭尽全力守住他最后的信仰。长辈们开始点长明灯，灯火微弱，透着一股昏黄的暖意，却并没有驱散院子里的寒意。母亲将供桌摆满了贡品，一碗热腾腾的白饭，2只烧鸡，一壶米酒，还有外婆生前最爱的小点心。她一边摆放，一边小声嘀咕：妈，回来看一眼就好，别吓着孩子们。屋内的长辈们小声商量着守灵的细节，似乎每一步都必须精准到毫厘，任何错误都会带来某种不可挽回的后果。阿姨不耐烦地靠在门框上，皱着眉头低声问母亲：这些真的有用吗？外婆不可能真的回来吧？母亲转过头，目光凌厉地瞪了她一眼，低声呵斥：阿姨，别乱说话，你要记住，人走了以后也还是会挂念亲人，头七那天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可如果他真回来了，你们不也看不见吗？阿姨忍不住顶了嘴。母亲的脸色更冷了，声音压得更低：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，到了晚上绝对不能乱跑，不能看，听到什么也别回应。游记半夜醒了，什么都不要管，明白吗？阿姨无奈地点了点头。尽管她心里充满怀疑，但还是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。毕竟从小到大，她从未见过母亲用这么严肃的态度对待一件事情。傍晚时分，仪式的准备全部就绪，灵堂中点燃的香烛摇曳不定，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香味，像是某种无形的东西盘踞在屋里。阿姨被安排在灵堂旁边的一个小房间，与母亲一起守灵。房间里的摆设陈旧而简陋，靠墙的地方摆放着几只老式木椅，木纹上刻着岁月的痕迹。阿姨坐在一张椅子上，靠着墙发呆，却总觉得墙后有什么东西在静静地看着她。那种感觉让她不自觉地靠近母亲，却又不敢出声。母亲坐在供桌旁，一言不发，神情凝重，她的手紧紧攥着佛珠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像是在祈祷什么。阿姨看着母亲的脸，隐约觉得母亲的眼神中透着几分惶恐，甚至连手指都在轻微颤抖。妈，你怎么了？阿姨小声问道。母亲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迅速摇了摇头：没事，你别乱问，守好这一夜就行了。夜幕渐渐降临，老宅被一片寂静笼罩，屋外的风渐渐停了，连平时鸣叫的虫子也悄然消失，只剩下香烛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啪嗒声。
阿姨坐在椅子上，感到空气越来越沉，仿佛整个房间都在缓缓缩小，将她与母亲压在中间。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她低声喃喃，心中不安逐渐蔓延。母亲没有回应，只是更加用力地攥紧了佛珠。忽然，供桌上的长明灯火光微微一颤，摇曳的像是随时会熄灭。阿姨的心跳顿时加快，她下意识地盯着灯火，却发现它并没有熄灭，而是稳稳地燃着。可是她的眼角余光却捕捉到一丝异样，那是一道模糊的影子从灵堂的方向飘了过来，轻轻停在门外。阿姨，母亲低声喊了一声，声音低得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。比卡阿姨的呼吸瞬间卡住，几乎是本能的将目光收回，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门外有什么东西在靠近，像是某个沉默的观察者，静静地站在那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，屋内的气氛压抑的几乎让人无法呼吸。阿姨咬了牙，低声说道：“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，对吧？”母亲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手指着供桌上的香火。阿姨顺着母亲的指尖望过去，顿时浑身一颤，香火原本垂直上升的烟，此刻竟微微歪向门口的方向，像是在欢迎什么东西进来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整个房间变得更加沉闷。阿姨坐在椅子上，不敢动弹，只觉得脊背凉得像贴着冰块。她努力压下心中的恐惧，告诉自己这一切不过是母亲的传统迷信。可就在这时，她隐约听到一阵轻轻的咚咚声，那是脚步声，而且这声音正从灵堂的方向一步步靠近房门。咚咚咚，妈！阿姨的声音因为颤抖几乎说不完整。有人在外面。母亲猛地转头，脸上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紧张。她飞快地站起身，拉住阿姨的手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记住，不管听到什么，不要看，不要动，闭上眼睛。”阿姨的心跳快到几乎窒息，她紧紧闭上眼，耳边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脚步声，仿佛已经进了房间，甚至在她面前停住了。空气中的温度骤降，一股异样的气息笼罩了她。这一夜，阿姨无比漫长，而她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屋外撒下的面粉上，正悄然浮现出一排清晰的脚印，从灵堂一步步延伸到房门口，最后消失在房间里。阿姨强迫自己入睡，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。母亲坐在供桌旁，手上的佛珠滴溜溜地转动着，眼神定定地看着香烛燃起的烟雾。空气中萦绕着焚香的气味，逐渐变得刺鼻，让阿姨感到一阵头晕目眩。夜深了，老宅里安静的诡异，风声被堵在窗外，似乎所有声音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抽离了。就在阿姨快要迷迷糊糊睡着时，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了起来。咚咚咚，脚步声很轻，但节奏缓慢而清晰，就像外婆平时拖着老迈的步伐走路时发出的声音。阿姨猛然睁开眼睛，耳朵竖得笔直，声音是从灵堂的方向传来的，慢慢靠近房门。她下意识地偏过头，小声问母亲：“妈，你听到了吗？”母亲却像没听见似的，依旧低头转着佛珠，脸上的表情一片空白。阿姨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脚步声停在了门外，随后又传来一阵微微的摩擦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蹭过门板。可能是风，她在心里安慰自己，可一股凉意已经顺着脊椎爬上来，让她整个人僵硬地躺在床上。夜晚就在这压抑的寂静和不安的心跳中慢慢熬过。清晨，当天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时，阿姨发现母亲依然坐在供桌旁，一动未动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。门外响起了外公颤抖的声音：“你们快过来看！”阿姨跟着家人跑到灵堂的地板前，只见洒下的面粉上赫然出现了一串清晰的脚印。脚印从灵堂的供桌前开始，一步步走到门口，仿佛有什么人从外头进来，绕着供桌转了一圈后又走向门口消失了。是你外婆，她回来了。外公眼眶一红，直接跪在脚印前，连连磕头。家人都跪下了，泪眼朦胧的对着脚印拜了好几次。可阿姨的背脊发凉，
那脚印的形状看起来像极了外婆生前穿的那双布鞋，但怎么看都不太对劲，脚印的步伐太深了，仿佛并不是人类轻巧的步伐，而是拖着重量在移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用科学解释，是不是昨晚有风吹开门，动物进来踩的。母亲转过头，语气冷得让人不寒而栗，门是锁着的，怎么可能有东西进来？阿姨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她抬头看了一眼灵堂供桌上的遗像，外婆慈祥的笑容似乎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，那双原本平和的眼睛仿佛正静静地注视着她。第一晚的脚印让阿姨整个人都紧绷起来，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家人却把这一切看作头七返家的正常现象。接下来的第二天，长辈们忙着准备外婆的出殡事宜，脸上却显得更加疲惫，甚至有些古怪。尤其是外公，他时不时盯着空无一人的角落，嘴唇微动，像在跟谁低声交谈。阿姨忍不住问：外公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外公猛然抬头，神色慌乱，随即装作没事地说：没什么，你别多问。夜幕再次降临，阿姨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梦中，她看见外婆苍老的脸，脸上的皱纹深得像裂开的泥土。外婆缓缓靠近她，低声叫着她的小名：阿姨，去厨房帮我拿东西。梦里的外婆含着泪，眼神充满了哀求和疲惫。阿姨想开口问她拿什么，但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，发不出声音。梦境中，她的脚步仿佛不由自主地跟着外婆走向厨房，外婆的背影越来越远，渐渐引入一片浓雾之中。阿姨猛地惊醒，额头布满冷汗。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凌晨2点多，屋里静得让人窒息。忽然，她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碗筷碰撞声，叮当，那声音像是有人正在翻弄供桌上的碗筷，混合着一股淡淡的饭菜香味。阿姨全身紧绷，脑海中浮现出梦里的场景。她咬了咬牙，慢慢从床上爬起，推开门。走廊黑漆漆的，灵堂里的香火只剩下一点点微光，厨房那头却隐约透出一丝冷白的月光。阿姨屏住呼吸，轻轻走过去，透过门缝往里看。供桌上的饭碗被移动了，原本满满的白饭此时少了一半，筷子随意的斜放着，仿佛刚有人吃过。是谁动了？他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显得异常突兀。他壮着胆子推开门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冷冷的空气扑面而来。他快速跑回房间，把刚才的事告诉母亲。可第二天清晨，当他再次查看供桌时，那碗饭又恢复了原样，像是从未被动过。别胡说八道！母亲的脸色变得铁青，甚至责备他破坏了仪式。阿姨百口莫辩，却从家人的眼神里发现，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否认，只是选择了回避。第二天，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，长辈们的脸色愈发苍白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小心翼翼。阿姨注意到，外公时不时会走到门口，盯着地上已经干裂了面粉痕迹发呆，而母亲则更加频繁地转动佛珠，像是在祈求什么。夜晚来临时，整个老宅都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沉默中。阿姨总觉得有一道目光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她，随着她的一举一动悄然移动。有几次，她忍不住回头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可当她独自经过灵堂时，恍惚间，她看到供桌旁似乎站着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那个身影和外婆生前的轮廓一模一样。她大脑一片空白，拼命说服自己，我只是看错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可心底的恐惧却如潮水般蔓延，让他无法自控地想，如果真的是外婆回来，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第三晚的老宅显得格外寒冷，狂风吹得院门吱呀作响，伴随着某种尖锐的沙沙声，让阿姨整个人都蜷缩在被窝里。晚饭后，家人再次遵循习俗撒了面粉，并在灵堂前多摆了几根粗长的蜡烛。屋内香烛燃起，烟雾如细长的丝线，悠悠地盘旋在供桌前。
这一次，阿姨被单独留在房间，母亲叮嘱她，什么声音都别听，什么东西都别看。阿姨沉默地点头，心里却充满了抵触。她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些迷信的仪式会让一家人像惊弓之鸟一般。午夜，老宅的每一扇门都被小心关好，连一丝风都进不来。然而，就在这一片寂静中，阿姨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咯咯是门板轻轻晃动的声音，像是有人用力推却没有完全推开。阿姨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紧紧盯着门的方向。她脑海中反复告诉自己，可能是风，可能是风，可那声音却持续了下来，伴随着细碎的低语，仿佛有两个人在门外窃窃私语。低语声断断续续，听不清内容，却让人有一种寒毛倒竖的感觉。他终于忍不住，颤抖着打开手电筒，朝门缝照去。光柱扫过门缝时，外头的面粉映入他的眼帘，不只是外婆的脚印，旁边赫然多出另一双陌生的脚印。那双脚印比外婆的要大，步伐凌乱，深浅不一，像是一个人在拖着沉重的东西走动。而他们的方向十分明确，从灵堂一路走到他的房门前，最后停在那里。阿姨紧盯着脚印，忽然意识到一个细节，那双脚印的深浅似乎在门口停顿了一会儿，就像是在观望。咯咯，门板又轻轻动了动。她一把拉过被子，将自己蜷缩成一团，喉咙发干，几乎发不出声音。手电筒的光照在门上，门缝中似乎有一片黑影一闪而过。她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外婆回来了。但那个东西也进来了。天刚亮，阿姨就冲到母亲身边，质问昨晚发生的事。她的语气充满了恐惧和愤怒。妈，门外的脚印怎么会多出一双？到底是什么东西进来了？母亲一怔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而复杂。她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匆匆拉着阿姨回到房间，关上门后将她拉到床边。阿姨，有些事妈一直没告诉你。母亲的语气低沉，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不安。什么事？阿姨紧张地问。母亲深吸一口气，终于开口，外婆生前曾经得罪过一个人，那个村里的算命先生老李。他说外婆害他破了财，几次三番来找外婆麻烦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发狠放下了话，说死也不会放过他。没多久他就暴病死了。可村里人都说他死得不甘心，怨气特别重。阿姨听得背脊发凉。你是说他的怨魂趁着头七回来了？母亲点点头，神情愈发严肃。头七不只是外婆的灵魂回家，这也是逝者和生者世界的通道。怨气最重的魂魄可能会趁机跟着一起回来，要找外婆，也可能会伤害我们。阿姨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。那为什么要撒面粉？为什么不直接避开？母亲声音颤抖。面粉不仅是为了迎接外婆的脚印，也是为了确认那个怨魂是不是回来了。昨晚你看到的脚印，很可能是老李的。阿姨只觉得浑身冰冷，咬着牙问，可是他为什么停在我门口？母亲闭上眼睛，似乎在做心理斗争，过了好久才吐出一句话，因为你身上可能带着外婆未完成的心愿，他想通过你找到外婆。什么心愿？阿姨急切地问。母亲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外婆在世时最挂念的就是你，可能只有你知道。阿姨瞬间感觉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更加压抑，屋内的香火不知为何又微微晃动起来，烟雾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房间里游走。她回想起自己这几晚经历的一切，外婆在梦中低声呼唤她的场景又涌上脑海，帮我拿东西。难道外婆在向我求救？她喃喃自语，感到脑海中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景。母亲的语气忽然变得更加凝重。阿姨，今晚是最后一个晚上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开门，不要说话，也不要动那东西。她拉着阿姨的手，用从未有过的严肃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，如果我们挺不过今晚，
牢里的怨魂可能永远不会离开。阿姨点了点头，但心中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，她必须找出外婆的心愿，否则今晚可能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始。深夜，阿姨坐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手里的笔在日记本上轻轻滑动，她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，但心里却充满了整理头绪的执念。她必须理清楚最近几天发生的一切，尤其是那双陌生脚印的来历和外婆似乎未完成的心愿。去厨房帮我拿东西，外婆梦中的话不断回响在她耳边，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她心底最深的那根弦。阿姨合上日记本，抬头看向房间的角落，那是一张老旧的木床，床下堆满了外婆生前用过的杂物。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段儿时的记忆，外婆有一次拉着她的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阿姨，床下藏着很重要的东西，记得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到它。当时年幼的阿姨以为外婆是在讲什么奇怪的故事，从未当真。但现在她的脑海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催促她去看看床下到底有什么。阿姨慢慢蹲下身，拨开堆积的杂物，床底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的气息。她的手摸索着，触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是一个木盒。盒子的外壳布满了划痕，边缘已经被岁月磨得发亮，但锁扣却依然完好。阿姨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，里面放着几样东西，几张发黄的老照片，一串外婆年轻时的项链，还有一封未寄出的信。她拿起信，信封上写着熟悉的字迹：阿姨，请在我走后再打开。阿姨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，仿佛下一秒信里的内容会彻底改变她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。她颤抖着拆开信封，取出那张略显粗糙的信纸。信的内容写得很工整，字迹中透着外婆一贯的细致和温情。亲爱的阿姨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外婆已经不在了。原谅我生前没有勇气告诉你一切，我担心你会害怕。其实我和村里的老李确实有过一些恩怨，他认为我害他破了财，我也曾怪他不依不饶。但人走到尽头时，才会明白，这世上没有化解不了的仇恨。几年前，我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偿还了那笔怨气。我在他的坟前磕过头，烧过纸钱，也求过他的原谅。按理说，他不该再纠缠我们家了，可我的梦里，他的影子始终徘徊不散。我知道他可能还是不甘心，所以在我走后，他一定会趁着头七的通道回来找我。我想用我最后的力量守护你们不被他伤害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梦里托付你帮我拿一样东西。现在你已经找到了它，请将这封信连同木盒里的东西一起烧给我，告诉我的家人没事了，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了。阿姨的手微微颤抖，信纸的最后几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她所有疑问的答案。她终于明白，外婆在梦里出现不是为了向她求助，而是为了通过她完成自己的守护。阿姨按照信里的指示，将信件、照片和项链一一放入木盒中，拿到灵堂前的火盆旁。灵堂里那盏长明灯依旧摇曳，微弱的火光映在遗像上，外婆的目光似乎在静静地注视着她。外婆，我知道了，她低声说道，将木盒放进火盆里，点燃了蜡烛。火苗舔舐着木盒，噼里啪啦作响。阿姨盯着火光，心里却莫名平静了下来。那一瞬间，她仿佛感受到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从灵堂中缓缓散去，像是压抑了许久的阴霾终于被阳光驱散。就在火光即将熄灭时，她忽然听到耳边传来一声轻叹，柔软而温暖，谢谢你，阿姨。那声音明明轻如耳语，却让她的心猛地一颤。她抬头看向遗像，灯光下的照片仿佛多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外婆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，那笑容不再是冰冷的，而是她记忆中最熟悉、最慈祥的模样。从那一夜起，家中的怪异现象消失了，没有再听到脚步声，香火的烟也不再朝向门外的方向，面粉上更没有新出现的脚印，所有的一切仿佛恢复了平静。
夜幕终于退去，老宅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曙光。阳光洒在中庭的青石板上，将积累了几天的阴郁一扫而空。阿姨站在灵堂前，轻轻吹熄了长明灯，收起最后的香火灰，眼中多了一丝释然。这些天的经历如潮水般冲刷着她的记忆，她终于明白，那些仪式和禁忌不是为了迎接亡灵，而是为了让生者找到一种方式，放下对逝者的执念，同时为逝者铺就一条安心离去的道路。家人或许从未真正相信这些习俗的灵异性，但他们相信的是亲情的延续，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爱与守护。阿姨走到院子里，看着那些洒在地上的面粉和逐渐散去的痕迹，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她低声呢喃：“外婆，你走吧，我们都没事了。谢谢你。”风轻轻拂过，竹叶沙沙作响。那一瞬间，阿姨感觉外婆的气息真的离开了，就像一道微风拂过她的发梢，带着温柔与不舍。家中的怪异现象完全消失了，灵堂不再有脚印，厨房里的碗筷安然无恙，每一盏灯火都燃得平稳，甚至连长辈们脸上的疲惫与阴霾都散去了，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。阿姨的行李已经收拾好，她准备返回城市。她站在灵堂前，最后一次凝视外婆的遗像，低声说道：“外婆，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们了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，你也要过得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微微颤抖：“我知道你会想我们，但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回来了。”她深吸一口气，朝灵堂跪下磕了最后一个头，随后转身离开。清晨，阿姨在厨房帮母亲收拾供桌，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，甚至还哼起了小时候常唱的民谣。家中的氛围彻底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然而，就在阿姨整理供桌上的东西时，她的目光突然停在了桌旁的角落，那是一个木盒。她的身体瞬间僵住了。那个木盒和昨晚烧掉的木盒一模一样，甚至连盒盖上的划痕都没有任何区别。她就那样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从未被触碰过。怎么会？阿姨喃喃道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。她伸出手，颤抖着打开了盒子，里面并没有信件或遗物，只有一张小小的纸条。纸条上的字迹同样熟悉而陌生。我已经走了，但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真相。阿姨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手里的纸条几乎要滑落。那短短的一句话，如同一块巨石，砸进了她本已平静的内心。什么是真正的真相？外婆真的走了吗？为什么木盒会再次出现？这些疑问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她的胸口一阵阵发闷。阿姨迅速回头，目光扫过整个厨房，想确认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木盒。然而厨房空无一人，只有外面微风轻轻拂过窗帘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墙上的一面老式镜子，那是外婆生前最常用来梳妆的镜子。镜子里，她的身影静静伫立。但就在她凝视镜子的瞬间，一道模糊的影子从她的身后浮现了出来。那影子隐约有着外婆的轮廓，却又比外婆更加高大，线条模糊，像被烟雾勾勒出的虚像。她的头微微低垂，似乎正注视着阿姨。阿姨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冷汗顺着她的额角滑下。她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身后，但身后什么都没有。再回头看镜子时，影子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她自己苍白的脸庞和一双惊恐的眼睛。阿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把纸条重新放进木盒里，然后合上盒盖，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回供桌角落。她告诉自己，可能只是某种巧合，或者只是她太过紧张导致的错觉。可内心深处，她隐隐感到，外婆虽然离开了，但还有某种东西未曾彻底散去。老宅外的阳光渐渐升起，阿姨背着行李走出院门，母亲站在门口向她挥手告别。她回头看了一眼老宅，心中默默许下一个愿望，希望这一切都随着外婆的离去真正画上句号。然而就在她转身离去时，
远处的窗户反射出一抹亮光，那是灵堂方向的窗户。窗户后似乎有一个模糊的影子，正安静地站在那里，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。风吹过竹林，竹叶的沙沙声响起，如同一曲低沉的挽歌。